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今天 Ace 和大家一起学习一家即将上市的芯片公司 Cerebras，上市代码 CBRS。这家公司在本月的17号提交了 S1 注册文件，开启 IPO 流程。那么它预计上市时间是5月中旬。上一轮这家公司的估值是230亿美金，而目前预计上市的估值已经来到了350亿美金。在视频的结尾，我会告诉大家 Ace 是否会选择投资 Cerebras。那么看完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深度分析，请订阅我的 Money Life 美股频道，也请考虑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社群，其中交易更新级别可以免费试用7天。感谢你们，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视频将分为2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偏技术，是技术篇，是我的个人深度分析。因为我认为理解不了 Cerebras 的技术，只看财务报表，不能让我决定是否要投资它。那么在技术的基础上，第二部分是财务篇，为大家解读 S1 招股书的核心信息。那么第一大部分又分为6个小部分，会为大家介绍 Cerebras 创始团队、AI 芯片技术路线、晶圆与芯片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只有 Cerebras 做成了晶圆级大芯片，还有它的应用场景有哪些。最后就是从芯片的封装来看 Cerebras 这家公司它的下一代旗舰产品 WSE4。而第二部分 S1 上市文件解读分为3个小的部分：营收、客户结构和 OpenAI 的特殊关系、毛利率、净利率和研发费用，以及最后投资机会与风险。那么结合以上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 Ace 的个人投资计划。视频开头，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创始团队。Cerebras 这家公司，它的5位联合创始人，其实他们在创立 Cerebras 之前，已经一起共事了将近10年。这是在硅谷比较罕见的老团队组合，而这套组合正是他们能够把晶圆级芯片这个被业界搁置了几十年的难题，真正的落地商业化的原因。其中，我认为团队里面2个人很突出。第一排第一个人 Andrew Fillman， 他是公司的 CEO。2007年，他创立的 C Micro 被 AMD 以3.3亿美元收购。Fillman 经常对外接受各种访谈，是公司的绝对核心。他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是说：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赚钱，而是希望21世纪芯片史里能有我们的篇章。这反映了他做这件事的动机。而另一个关键人物是这里面最年轻的第2排第一个 Sean， 他目前是 Cerebras 的 CTO 和首席硬件架构师。他不仅是年轻，而且技术最硬，目前负责公司第3代产品 WSE3 的硬件结构，以及未来第4代 WSE4 的设计也是由他来主导。毫无疑问，他是 Cerebras 未来10年技术路线的掌舵人。简单了解了公司的创始团队，接下来我们开始科普。先从 AI 芯片技术路线说起。很多人一说到 AI 芯片，第一反应是英伟达，但其实英伟达的 GPU 路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走着完全不同的路。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展示了5条主要的路线，当然它还没有穷尽，还有一些其他的路线，其中包括英伟达 AMD 在走的 GPU 路线，谷歌在走的 TPU 路线， Cerebras 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在走的 WSE 晶圆级芯片路线， Groq 在走的 LPU 路线。请注意啊， Groq 已经被英伟达给收购了。而最后是 SambaNova 在走的 RDU 路线。今天我们的视频主角是 Cerebras， 所以呢，这里我就聚焦一点，将它和英伟达的 GPU 以及被英伟达收购了的 Groq LPU 进行比较。我们先看一眼这3家的定位，再深入细节。首先看英伟达的 GPU， 我们都知道它是通用并行处理器，代表产品是之前的 H100 和现在的 B200。因为它是通用，所以什么都能做。训练推理通吃，而且积累了20年的 CUDA 生态，目前是市场上绝对的霸主。接下来 Groq 的 LPU 全称叫做 Language Processing Unit 语言处理单元，它的核心特征是确定性的流水线，专门为低延迟推理而设计，目标是把首个 token 用时压到极致。
最右边的是 Cerebras WS13，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颗芯片，整片晶圆就是一粒芯片。它的细节我们将在视频接下来多次提到。了解了大概，我们再来看几个关键的规格不同。片上内存角度 ，H100 几乎没有片上内存，它靠的是外部的 HBM，而 Groq LPU 单卡有230MB 的片上 SRAM。Cerebras WS13 直接干到了 44GB 的片上 SRAM 内存。而从内存带宽方面 ，H100 是 3.35TB 每秒 ，Groq 因为是片上 SRAM 制度，它的延迟很低。但最夸张的是 Cerebras， 它是 21PB 每秒，是 H100 的几千倍了。在核心数方面 ，H100 有大约17000个 CUDA 核 ，Groq 使用的是单一确定流水线，而 Cerebras 在一颗芯片上塞了接近90万个 AI 核。而功耗方面，其实这些数字不是很好去比较，因为 H100 是单卡700瓦，而 Cerebras 是整套系统大约23000瓦。不管怎么样，单看单套系统的话 ，Cerebras 堪称耗电怪兽。了解了芯片技术路线，其实还只是皮毛。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为什么 Cerebras 要走自己的这条大芯片路线，就要从理解晶圆与芯片的大小关系开始入手。晶圆是从单晶硅锭切下来的圆形薄片，它的直径几十年来一直在变大。那么现在现代先进工艺主流的5纳米、3纳米等 GPU、CPU、HBM 都是在直径为12英寸或者是300毫米的晶圆上制作的，也就是图中左侧圆形的这个示意图。在芯片制造的工艺中，光刻机很重要，但是光刻机一次最多只能曝光26乘以33毫米的区域，所以呢，单次曝光的芯片面积不可能超过858平方毫米。很多芯片实际产品基本上都是贴着这个天花板，比如说英伟达的 H100 芯片就是26乘以31毫米，比26乘以33的天花板小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图中绿色左上角较小的那个长方形部分。按照传统的做法，光刻机一次曝光区域叫做一个带或者叫裸片，但 Cerebras 让台积电像印84个普通芯片一样，在晶圆上印84个相同的带，然后呢，用额外的光刻步骤，在本来要锯开的位置上去走线，连接这84个带。有超过100万根线跨越带的边界，形成一个互联。从软件的视角看，这84个带其实不存在，整片晶圆就是一颗芯片。理解了以上，我们再回头来看 Cerebras 芯片的大小。晶圆是圆的，目前的芯片必须做成方的，所以呢 ，Cerebras 芯片的实际尺寸是刚才提到的目前常用的300毫米直径圆形晶圆里能够塞下的最大正方形，也就是图中215乘以215毫米的淡蓝色整个很大的正方形这个部分，它占了整个圆形晶圆65%的面积，大约是普通 GPU 带，比如英伟达绿色小方块56倍的大小。刚才都是示意图，这里我把真实世界的 Cerebras 大芯片和英伟达 B200 芯片的对比图放在一起，你们就知道我刚才示意图表达的意思了。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过去40年没有人去做这个大芯片，而现在 Cerebras 去做了，且好像做成了，而且还要上市了呢？其实晶圆级集成不是新点子了。Trilogy Systems 这家公司早在1980年代就尝试过，而且烧了好几亿美元，动用了设计 IBM 系统的顶级架构师，最终呢还是失败了。挡在路上的从来不是单一的难题，而是一组问题，包括良率、热膨胀、供电、散热。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芯片都做不出来。所以其实现在 Cerebras 并没有发明什么颠覆性的物理原理，而是用现代的工艺攻破了这些难题。其中前面4个是工程突破，而第5个是时代背景的红利。第一 ，Cerebras 用廉价冗余解决了良率问题。那么公司的芯片每个 AI 核都非常非常小，如果出现一个缺陷，只是废掉了 0.05 平方毫米的硅。所以5纳米工艺下，整片晶圆约有46个缺陷。但是因为核太小 ，Cerebras 能够产生90多万个核，激活其中90万个就够用了。
可以达到93%的硅利用率，所以这一点缺陷不算什么，有冗余就可以。第二，定制柔性连接器解决了热膨胀的问题，因为普通的 GPU 在65度温度下，它会变形位移约16微米，而像 Cerebras 超大芯片，它的位移可能高达100多微米，是标准方案阈值的5到7倍。所以呢 ，Cerebras 它做了一种自定义的连接器，专门吸收这个超大的位移，解决了热膨胀问题。第三是用垂直供电解决供电的问题。Cerebras 它的芯片因为太大了，所以电流也很大，没有办法像传统的 PCB 横向送电，所以呢就抛弃了传统的横向供电方式，设计了从晶圆背面直供电的方案。电流从芯片正下方直接穿过 PCB 灌入硅片。那么这套垂直供电系统在普通芯片上是没必要的，但在晶圆级芯片上是唯一的可选项。第四来说散热 ，Cerebras 利用了定制液冷解决方案进行散热。它的芯片我们刚刚提到有23千瓦的超高功率，它需要专门的散热系统。所以呢，公司配备了专门设计的微通道液冷，冷却液直接流经晶圆的背面，把热量按毫米级的精度带走。所以呢 ，Cerebras 必须以整机销售的形式交付，不能只买一颗芯片，不能和其他的这些整机的供应商进行整合。前面都是技术，最后还有一个商业需求，因为以前没有真正吃得下这么大算力的负载，而现在大语言模型的瓶颈是内存。GPU 集群跑大模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在等数据从 HBM 高带宽内存加载。而现在 Cerebras 芯片，它可以把整个模型塞进带片上 SRAM 的产品，从根源上消除了这个瓶颈。晶圆级架构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非它不可的应用场景。看了以上内容，大家可能有了Cerebras 这家公司不错，挺有意思这样的想法。但是仔细想想 ，Cerebras 它的 WSE3 这个超大芯片适合什么场景呢？特别是现在和英伟达的 GPU 以及被英伟达直接收购的 Groq 的 LPU 相比，它有什么优缺点？到底有没有需求呢？那么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我们先要进一步理解 Cerebras 最新一代晶圆级芯片 WSE3 的纸面参数。内存 B200 用的是 HBM3E， 也就是片外内存，内存芯片堆叠在 GPU 旁边，而 Cerebras 用的是片上 SRAM， 完全没有片外内存。然后是带宽 ，B200 的 HBM 带宽是8TB 每秒，但 Cerebras 的片上 SRAM 的带宽是 B200 的几千倍。最后是容量，这里 Cerebras 是明确的吃亏的，因为 B200 单卡就有192GB 的 HBM 内存，而 Cerebras 整个系统只有44GB 的 SRAM， 这个差别很重要。SRAM 和 HBM 的内存路线各有优缺点，目前看来很难去两全。Cerebras 官网自己就大方的宣布，我们第3代芯片整机 CS3 和英伟达的 B200 比，速度快了21倍，耗电还少1/3。这是不是吹牛呢？我们来看看 GPT 5.3 Codex Spark 这个模型，这是 OpenAI 专门为实时交互编程设计做的模型，也是 OpenAI 历史上第一个不在英伟达上跑的 GPT 模型。它专门为 Cerebras WSE3 大芯片量身打造。今年2月发布，而且 OpenAI 从官方展示的 demo 里我们可以看到，右图这边是使用 Spark 模型做一个贪吃虫的游戏，它几秒就做好了。而做好之后很久，左边它还用了20-30秒才完成同样的任务，这就是使用 Cerebras 芯片的速度。有了以上的铺垫，我们很容易得出适用场景的结论，推理才是 Cerebras 大展拳脚的地方。像 OpenAI 的 O3、DeepSeek R1、Cloud with Thinking 这一类思维链推理的工作负载，模型回答前它需要先思考，生成大量中间的 token。那么 Cerebras 因为推理速度极快，非常适合做这一类工作。但是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被英伟达收购的 Groq 和 Cerebras 芯片都是使用 SRAM 片上内存，它们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它们都很适用于推理，都很快，但是具体怎么快有不同。为了理解这个比较，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 latency 延迟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知道，芯片性能有两个重要的维度：吞吐量和延迟。延迟 （latency） 它指的是完成单个请求所需的时间，从触发请求的那一刻起，直到系统交付最终响应为止。这里就涉及了几个概念了。首先是首个 token 延迟 （Time to First Token，TTFT），它是代表用户从发送请求到接收到模型生成的第一个 token 所经历的初始等待时间。而输出 token 间延迟 （Time Between Output Tokens，TBOT），它是量化了在首个 token 生成之后，后续连续生成 token 之间的时间间隔。所以总的延迟 latency 叫做端到端延迟 （end-to-end latency），它其实就是 TTFT 首个 token 延迟加上输出 token 间延迟 TBOT 的总和。Grok 它选择很多小芯片串成长流水线，而 Cerebras 选择做一个特别大的芯片，两边都用片上 SRAM 解决内存带宽问题，但是路径不同。Grok 的 LPU 是利用编译器把整个执行图提前调度到时钟周期级别，运行时零协调就可以开始，这使得 TTFT 首个 token 延迟非常的低。每颗 LPU 都是一个简单的确定的流水线，启动快，但是单颗230MB SRAM 太小，所以呢，它需要数百颗串联，量大管饱，这样就导致长流水线会拖慢持续的吞吐。而 Cerebras 片上 SRAM 它是超大内存集中在一颗大芯片上，所以它强调的是持续 token 生成的速度。它的优势会随输出长度而线性放大，也就是和 Grok LPU 首个 token 延迟极低不同 ，Cerebras 是端到端总的延迟时间极低。说白话，输出越长 ，Cerebras 大芯片的威力就显现得越明显。所以相比较之下 ，Grok 的 LPU 适合实时语音对话、实时翻译这种对初次响应极其敏感的应用场景。一旦你的第一个 token 输出慢了，用户就流失了。而 Cerebras 它的大芯片适合输出本身很长的应用场景，包括思维链推理以及 agentic 推理工作流。刚才说的是推理，属于 Cerebras 的强项，而视频开头我提到 Cerebras 可以明确用在训练上的，只是它仅仅适合单台机器装下一个完整模型这个比较窄的场景，最多就是少数几台机器，而不是很多台机器并联。为什么呢？看完这张图，大家就能明白 Cerebras 一个非常关键的限制。在左边模式 A 下，当模型小于 44GB 时，整个模型相当于直接住在 WS13 这个超大的芯片上，核心读权重的带宽是21PB 每秒。这种情况下 Cerebras 速度没有对手，所以像跑 Llama 7B、13B 这种小模型 Cerebras 是最佳的选择。但问题是，更具有商业价值的模型基本上都比较大，都超过了 44GB 内存的需求。Llama 70B 是 140GB，Llama 405B 是 810GB。这个时候 Cerebras 必须切到右边的模式 B， 叫做 Weight Streaming， 它是把完整模型放在外置的 Memory X 存储里，需要时一层一层流式传输到 WS13。而英伟达走的路线，我们知道是完全相反的。它用 NVLink 高速互联加上大容量外置 HBM 高带宽内存，让 GPU 之间通过 NVLink 高带宽通信，等于把大模型推理这件事用标准化来解决了。所以结论就是 Cerebras 跑小模型很划算很好，跑大模型需要少则几台，多则几十台 CS3 主机串联，部署成本比英伟达高很多，根本不划算，不会有人用。这就是为什么 OpenAI 和 Cerebras 的合作里，第一个落地的产品是我们提到的 Codex Spark， 它是一个小模型，而不是 GPT 5.3 完整版。在计算上 ，Cerebras 真正的护城河只在模型小于 70B 这个比较窄的细分赛道里。具体来说 ，Cerebras 可能适合很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小型 AI 团队特定训练模型，且没有顶级 GPU 工程团队资源这种场景。但是很多其他场景就没有那么管用了。以上我们已经很好的了解了芯片的路线，为什么 Cerebras 能够做出大芯片，以及这颗大芯片的优缺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未来在哪里呢
所以接下来视频是第一大部分的最后一点科普内容，从芯片的封装 packaging 来看 Cerebras 下一代产品 WSE4。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当今全世界最先进的 AI 芯片基本上都是台积电造的，但你可能不知道，台积电目前有5种主流的封装技术，它们对应着完全不同的产品定位。今天 ACE 用一页 PPT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第一种叫做 InFO， 也就是 Integrated Fan-Out 扇出型封装，这个工艺主要服务于移动 SoC， 比如说苹果的 A 系列芯片就是用它。第二种我们简称为 CoWoS， 又分为 CoWoS S 或者是第三种 CoWoS L。那么 CoWoS 它其实是 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 的简称，它是通过一个硅中介把 GPU 和 HBM 连起来。那么英伟达 H100 用的就是这个工艺，也是当今 AI GPU 最主流的封装。而刚刚提到的第三种 CoWoS L， 它其实就是 CoWoS S 的一个升级版。第四种是 SoIC System on Integrated Chips， 它是一种 3D 垂直堆叠技术，比如 AMD 的 MI300 系列就是用这个工艺把它的 CPU 和 GPU 融合在了一起。而第五种最特殊的这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Cerebras 使用的封装技术，叫做 SOW System on Wafer， 它是一个晶圆级别的封装技术。目前全球只有 Cerebras 这一家公司在用这个工艺量产芯片。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我们就可以学习 System on Wafer SOW 这个封装路线，它未来会如何演进。那么这一页讲的就是 Cerebras 的封装路线图，左边是现在的 WSE3， 用的是 SOP P。从2020年量产至今 ，Cerebras 的3代产品，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用的 System on Wafer P 这个工艺。但前面的内容我们也看到了 ，System on Wafer 封装工艺下的 Cerebras 芯片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它44GB 的片上内存不够装超大的模型。那怎么办？右边就是一个推测，请注意，这并不是台积电官方的封装路线，而是业界的推测。Cerebras 下一代芯片 WSE 有可能会升级到 System on Wafer P 加上 HBM 的形式。这是台积电在2025年正式公布的下一代晶圆级封装的一个推测，计划是在未来2到3年去量产。它的关键变化是，可能在 System on Wafer 之上用 3D 垂直堆叠技术将 HBM4 加进去。说白话，就是在晶圆级芯片内部已经有 SRAM 的基础上，再加 HBM 内存。而刚才我一直强调 System on Wafer P， 因为还有一个晶圆级别封装版本是来自台积电同一个公司，叫做 System on Wafer X。它们两个都是台积电专有的工艺，但客户群不同。后者 System on Wafer X 是英伟达未来路线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把目前英伟达主要使用的 CoWoS 封装技术放大到晶圆级。这里我给出的结论就是 Cerebras 基于 System on Wafer P 加上 HBM 未来的封装技术产生的下一代芯片 WSE4 必须要按时做出来，否则公司将进一步失去生存空间，甚至说的不好听，有可能会倒闭了。以上内容很长，感谢大家坚持到这里。接下来我就进入视频第二个大的部分 ，ACE 把 SE 招股书最重要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首先看最直观的营收，2025年 Cerebras 做到了5.1亿美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76%。这里我依然拿 Groq 来做对比，因为 Groq 2025年它做到了大约5亿美元，两家几乎打成营收的平手，而且我们知道 Groq 是以200亿美金左右被英伟达收购了嘛，所以估值也有了。从趋势看 ，Cerebras 的营收从2022年的2400多万涨到2023年的7000多万，再到2024年的2.9亿，最后到2025年的5.1亿，3年涨了20倍，而且每一年都是比较稳定的表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Groq 这边有一些拉胯，因为他们本来说2025年要做到10几20亿美元的营收，可实际上只做到了5亿，而且几个月后，创始人 Jonathan Ross 就把公司的 IP 整个资产200亿美元打包卖给了英伟达。
那么 Grok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的叙事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呢，英伟达收购 Grok 有一部分原因，我相信也是要强调推理路线，同时和像 Cerebras 这样强调推理芯片的公司进行竞争。目前 Cerebras IPO 估值接近350亿，而 Grok 是200亿左右。因为两家公司营收差不多，所以很自然的市销率方面 Cerebras 肯定要高一些。但 Cerebras 这条增长曲线的背后，藏着一个 IPO 投资人必须看清的风险，就是它的客户结构。2024年 Cerebras 的总营收里，有高达85%来自同一家公司阿联酋的 G42。这是一个让 CFIUS， 也就是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看不下去的集中度，这也集中导致了2024年公司首次 IPO 流产了。那现在2025年，去年全年呢，新冒出来最大客户叫做 MBZUAI， 这家公司占了62%。这家公司它的中文翻译过来可以叫它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是阿联酋政府去创办的。那么你查一查就知道 G42 和这个大学是关联方，也就是说 Cerebras 实际上是把单一对 G42 的依赖拆分成了对于两家阿联酋公司关联方的依赖 G42 和这所大学加在一起，目前仍然占86%。应收账款集中度就更夸张了，2025年这所大学一家就占了 Cerebras 应收账款的78%。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笔款项收不回来，那么资金流就要出大问题。所以表面上过去1-2年客户分散了，实际上集中度一点没变，这是 IPO 投资人必须想清楚的风险。客户结构中确实是阿联酋的客户占主，那股东结构呢？那么 SE 文件披露的超过5%持股的股东一共有5家，中间的这3家 Benchmark、Eclipse、Foundation Capital， 他们是顶级的 VC，而且都拿到了 Cerebras 的董事席位。还有一家是最近的 Fidelity， 它是 G 轮融资时大举入场7亿美金， H 轮又追加1亿美金，这是典型的 Pre-IPO 锚定投资人了。最后一个第5家叫做 Alpha Wave， 实际上它也是属于中东资本，但是没有绝对控股权而已。但 Cerebras 这家公司真正能从之前的200多亿估值一下子涨到现在 IPO 接近350亿，最核心的变化就一个，就是25年底26年初到现在 Cerebras 确定了和 OpenAI 的合作，两家公司总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让我们看几个关键的数字。第一，200亿美金的合同总价值，这是 Cerebras 当年营收的40倍。第二，OpenAI 承诺部署750兆瓦的推理算力，2026年到2028年这2年间分批次交付。第三 ，OpenAI 给 Cerebras 提供了10亿美元的运营贷款，年利息6%，2032年到期。Cerebras 可以用现金还，也可以用算力服务去抵债。但最绝的是第4个 ，Cerebras 给了 OpenAI 一份 warrant。标的3300多万股，行权价0.00001，几乎就是不要钱嘛。这相当于把公司大约13%到17%的股份几乎免费给了 OpenAI。当然也不是免费给，也就是说 Cerebras 说 OpenAI 你来买我的产品，那么作为一些 rebate 一些回扣，我把我的股份送一些给你。也要注意，这份 warrant 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分3段，是按里程碑解锁。那么第一段比较好理解，我就不说了。其中第2段占总共的17%，需要 Cerebras 市值持续400亿美元1个月或以上。现在它的上市价格目标是350亿，说不定第1天就到400亿了，所以这个目标很近，很不遥远。而第3段占总数70%的大头，只有当 OpenAI 完成部署2吉瓦容量采购时，才会全部去 vested 去行权。也就是说，只有 OpenAI 真的把200亿美元订单全部都花完，给到了 Cerebras 作为它的营收，这所有的股份才完全会落到 OpenAI 的手上。那么这是一种成败一体的资本绑定，意味着 OpenAI 它是需要 Cerebras 成功的，而 Cerebras 也需要让 OpenAI 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市场愿意给 Cerebras 350亿的估值，远远大于几个月前它最后一轮融资200多亿的估值。只是我在视频最后也会提到，这其实既是机遇，但更多的是风险，因为毕竟 OpenAI 这样做太多了，它和太多公司有这样的协议，所以呢，我觉得这反而是让我不放心的地方。
了解了以上公司的情况，接下来再来看公司的损益表，分为4个角度去看。那么营收已经说过了，这里简单说一下它的细分。其中，公司的硬件营收2025年占70%，云服务占剩下的30%。要知道 Cerberus 这家公司在6个月前刚刚开了自己的这个云数据中心，也就是说，它既卖硬件，也作为像 CoreWeave 以及 Nebius 这样的公司去卖云计算、云推理能力。除了营收，我们再重点看毛利率、净利率和研发费用这3项。首先，第二行 Total Cost of Revenue 总成本，2025年 Cerberus 它的营收5.1亿，成本花了3.1亿，所以毛利率就是39%，这个毛利率相当的低。要知道，英伟达现在的毛利率是70%以上，所以 Cerberus 39%的毛利率肯定是很低了。为什么呢？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首先嘛，它现在做晶圆级芯片本身就造价高，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成本打下来。第二，可能他给自己的客户，比如说 OpenAI、G42 这些的定价比公开市场便宜一些，相当于打个折来卖，来换取自己的营收。第三，台积电又说回这个 packaging 封装，它5纳米的 System on Wafer 这个封装工艺可能产能没有这么多，所以呢，付给台积电的钱也要多一点，所以总合起来就压低了它的毛利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3行，也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的研发投入。2025年 Cerberus 投入2.43亿美元做研发，占整个营收接近50%了，而目前英伟达只有10%几。所以呢，现在 Cerberus 很明确，它需要大量投入研发下一代产品 WSE4。一旦研发跟不上，我在视频之前也说了，可能公司就要走下坡路，甚至破产。最后，在表格的中下半部分，我们看一下盈利能力。2025年 loss from operation 经营性亏损是1点几个美元，但是因为它有一些其他的收益 other income 高达3.91，我要特别强调，这3.91它是一次性的，来自 G42 所谓的 forward contract liability 一个 extinguishment gain。翻译成白话 ，G42 它本来早在2024年承诺要花3点几亿美元买 Cerberus 的股票，结果呢，2025年因为审查不通过嘛，刚刚也提到了，这笔钱就反向冲回了，所以只是一个财务上的处理，实际上公司过去几年都还是亏钱的，没有办法赚钱。视频的最后 ，Ace 为大家总结一下投资 Cerberus 最大的3个机遇和风险。先来说机遇吧，第一。Reasoning 加上 Agentic Reasoning， 它是结构性增长赛道，所以这是 Cerberus 的重点市场，也是很多投资者看好 Cerberus 的地方之一。第二个机会是晶圆级加全片上 SRAM 是一个独家的技术路线。之前特斯拉的 Dojo 它已经退出了，所以呢，其他新的进入者还要追好几年，所以在这个细分技术上 Cerberus 没有对手。而第3个机会是 OpenAI， 既是机会也是风险。首先看机会吧 ，OpenAI 给了 Cerberus 一份成败一体的绑定，它有200亿合同，但是呢，这个合同能不能最后交付，我觉得确实是有问号。这就跳到右边的风险的第3点。这一份大合同其实是双刃剑，因为 OpenAI 有一个选择权，不是说我必须付200亿。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触发了一些条款，它撤出了，那对于 Cerberus 在没有其他大客户的这个前提下，就是灾灭性的打击。而剩下的2个风险，包括刚刚提到的客户集中度高，以及英伟达 System on Wafer X 这个未来几年用到的新的封装技术。Cerberus 必须用下一代产品按时反击，否则的话，我提过好几次了，它的下场可能会很难看。总结下来 ，Cerberus 它不是稳健股，它是高贝塔的主题投资。买它本质上就是在赌2件事情：第一 ，AI 会确定性的大规模迁移到 Reasoning 推理以及 Agentic Reasoning。同时呢 ，Cerberus 能够在2027年之前把下一个芯片版本 WSE4 做出来。这2者不可缺其一，2个都对的话，股价带来不错的回报的概率还是有的。那么我自己打算投入不超过5%的仓位去打新，或者根据 IPO 当天的价格来视情况买入。
如果买入之后出现像之前 Circle 那样的牛市冲高行情，我肯定会进行止盈的波段操作。但是我也做好了被套的准备，如果被套住了，我已经决定不会加仓，耐心持有。屏幕前的朋友们，经过 Ace 以上这么久的分享，你如何看待 Cerebras 这家公司？你将如何去投资它？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天超级硬核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我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 Cerebras，了解芯片产业。不要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也请大家考虑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免费试用7天 Ace 的 Patreon 会员社群。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